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工地好朋友阿仔師。我們又回到了一個工業人看房子的特輯了。這一集呢，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公設。只要你今天不是買透天，你如果今天買的是大樓或者是公寓的話，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公設。什麼叫公設呢？我一開始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也困擾我非常久。為什麼我買個2000萬的房子，我需要付35%的東西變到公設？也就是說，假設今天我買2000萬的房子，我裡面的35%有700萬，我是拿來付公設的。很多常常講說，公設的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沒屁用。我只是每天經過門口大廳有一些大廳呢，就是做的好像富麗堂皇，非常的漂亮，然後它好像就會變得很貴。而大家都一定會想說，為什麼現在買房子公設比會這麼多，都是要來個20-30%、30-40%？這其實要回到台灣之前的歷史。以前人家說買舊公寓或舊大樓，你的公設會比較少，但這個其實呢是一個建築法規的修正。在2005年的時候，其實因為發生一個大火事件，所以呢政府他們就規定8層樓以上的建築物呢，它必須要設2座的安全梯。而這2座的安全梯呢，它當然它面積就增加了嘛，所以它就變成是一個公共用的樓梯，所以大家的公設就增加了。所以當現在你講到公設的時候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叫做大公跟小公，也就是全體住戶共同分擔的。好比說管理室發電機房配電室蓄水池水塔防空避難室1樓大廳這種就稱為叫大公。主要的動線、安全動線，或者是你要走的像走廊梯間安全梯這些東西，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小公。但是這些東西都稱之為叫做公設。東西壞掉，你都還是要花錢買的，你還是要一起分擔的。像是你今天你有停車，你要經過車道嘛，不然你車子怎麼要到你的停車位呢？所以中間經過的這個車道也是公共的設施，所以要有公設的比例。但是之後呢，大家也想說，不對有的時候我買房子我沒有車位為什麼我沒有車位的人，我也要跟這些有車位的人去分散稀釋我的公設呢？就開始有爭論了嘛。所以你看每一次其實都是因為不管是意外或者是因為一些案件或者是因為一個與時俱進的原因，所以很多公設的比例呢，跟早期我爸爸媽媽的那個年代呢，又會完全不一樣。所以當然 OS 就是出現有一些創意發想的產品、創意發想的建築，政府就發現這樣子這個狀況好像不太對，然後也不太合理，然後慢慢的修改法案。連政府單位他們近年也在推動虛坪改革的方案，因為大家都說1坪多少錢，1坪多少錢，但是建設公司都很聰明嘛，有些人就会总會把這個亂套，然後變成是消費者要多付更多的錢。好比說陽台要不要算坪雨遮要不要算坪所以在這一集呢，工業人帶你看房子，我要教大家看，如果你今天買了一個房子，你必須要有公設。那一個好的公設，它在工法上，它像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首先，你可以這麼想，建設公司它很像就是在一個土地上獲得一張畫布，你要在這個畫布上面呢，規劃出就是我的房子要蓋在哪裡我的人的動線要在哪邊我的這個房子呢，到底旁邊要坐南朝北、坐北朝南在公設的裡面，我的動線要應該怎麼走？那這個很常是大家會看到有一些影片上面所獲得到的一些資訊，但其實，在工業裡面的角度，好的公設跟不好的公設，它其實是有很多細膩的地方，但是你真的在使用的時候，你才會感覺到那個骯髒。不過嘞，你的錢已經花下去了。所以今天呢，我們就會抓一個，就是在現在這個市價行情，大概在1000萬、2000萬的房子，怎麼樣類型的公設呢？其實是我身為工業人，我覺得它其實是很多建設公司都可以做到。做到這件事情之後呢，你就會讓大家會變得非常好，居住品質可以直接提升。那我們就 Let's go 吧。怎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公設呢，並不是什麼瑜伽室什麼健身房或者是一些什麼 tea house 會議室、遊戲室，或者是那種什麼餐廳這種東西。很多的建案每個都不太一樣，而且呢，就是你把錢堆上去，那自然就會越來越多。但是有一些公設的好跟不好，其實並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定義的，它可以是個加分項目。比如說看過去你覺得你看這個會議室聊天的地方非常多，能夠辦公的地方非常多。但是呢，站在工程的角度上，我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點綴的。而有一個東西呢，是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重點。很多社區大樓都有電梯，但是你可知道電梯你有沒有被夾過？像這樣。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被夾呢？因為這個叫光柵。很多的電梯呢，都是它被夾到有碰到了之後呢，然後它才會彈開。所以以前小時候你有沒有一個技巧？打火機有沒有？然後塞在它那個中間感應軸的面會彈的那一片，然後呢讓它繼續開着。如果你今天是推東西，或者呢是老人家用輪椅，或者是這些東西它不是貨，它是負重，你絕對經不起電梯門這樣夾一下。而這東西呢，其實就是公設當中其中一個非常細微的小重點。一樣都有電梯，大家都比說我們社區有1支電梯、2支電梯、3支電梯。它在買賣房子的時候，上面並不會標明，就是裡面的電梯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做感應的。而再來，你跟着我進來看。除了這個之外，我要告訴你一個剛性需求。
差點沒夾到吧？紅外線感應的。紅外線感應，你看是不是就開了？你看這個紅色是什麼？感應啊。所以今天你的嬰兒車，或是今天推着你的爸爸媽媽，他在前面就不会在電梯門口，然後直接被夾到。啊，再來還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在公社裡面它是很細膩的，但是很少人發現的。好，不要緊張，你看是不是開了？就是假設今天我大包小包，手上拿着垃圾，或者是我整個推車裡面全部都是推滿着紙箱啊、垃圾，現在網購嘛，就很容易需要把紙箱分類。我一路推着娃娃車，或者是推着垃圾車，或者是推着我這個購物車一路走過來，你有沒有發現你是沒有經過任何的坎的？就按照風水上來講，有那個坎哦，就是擋煞，擋那個風吹進來，擋一些就是外面有一些什麼水啊，會跟着那個水瓶然後流進來，然後或者是一些什麼小蟲爬進來。但是現在呢，你在社區裡面，其實你就沒有這個需要，而且呢，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娃娃車，推着你的小貨車，然後一路到環保室。就是丟垃圾，就手上大包小包的嘛。我覺得很多公社裡面它有一個 bug， 像我自己的社區也是這樣子，就是我手上已經抓滿了髒的垃圾了，然後我還要去開门，我還要去感應，我還要去拉，所以你就變成手上的那些噴啊、垃圾啊，或者湯湯水水的東西，它就會變得就是摸來摸去，摸来摸去。但是呢，如果它今天它是完全无障礙感應的，一到這邊到你的公社，然後旁邊有讓你洗手的地方。再一路進來，丟到你的整個子母箱、垃圾分類或者是一般垃圾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你就手不會去接觸到任何的東西，所以就不會把污染源就一路這樣子摸，然後一路摸過來這裡，好不好？選擇一般垃圾，對不對？不愛的物件，聽落，公司腳架，好，聽落，完工，聽落。然後旁邊後面當然還有就是什麼紙箱嘛、保麗龍，但是好處就是什麼？你看我的手到現在都沒有沾到任何東西。第一個我不會污染到就是整個環境，然後再來就是你看我的手像醫院一樣，對吧？出來，然後我就一路往這邊走。我剛才已經手上碰過垃圾了，對不對？我手上髒髒的，到這邊你看就可以洗手，你不需要再用手去開水龍頭，然後就是對它就是不會讓你就是剛剛你摸了很多噴啊、湯湯水水啊什麼東西，就是可以這邊先沖洗，然後洗乾淨。那你如果認為要改善什麼東西可以改善，這個丟這個很有技巧啊。我自己就會覺得我比較喜歡用腳踩，乾乾淨淨的，有沒有？它這樣出來，好，然後出來到外面，回到你的大廳，是吧？兩手乾淨，對不對？公社潔癖人，所以看從那邊一路從我的房子裡面走出來，我帶着垃圾，帶着娃娃車。然後帶着我的小朋友，帶着我爸媽，一路推，我們需要丟個垃圾，然後一路到過來到這邊。你身上大包小包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無障礙好像是在給特別需要的人用，但其實無障礙是我認為在公社裡面很多人不會在意，但它其實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只要建設公司或規劃的人，你把這些細節做好，連衛生、連移動、連安全這三樣全部都能夠讓你到位。所以像今天你看，台灣要進入老年人口最多的時代，所以如果今天你爸媽已經70、80歲還可以活蹦亂跳，你要感恩啊！這表示你平常有在做善事啊，很好、很珍貴的時刻，請你趁他們還要在健康的時候，好好跟他們相處，帶他們去玩。但是如果晚不宜呢？我推着我的小孩，推着我的爸媽，坐着輪椅下來，我的小孩呢，差點忘記我的爸媽。那我今天推着我的小孩，推着我爸媽，一路走到這邊的時候，你就是不用中間有一些坎，你不用這邊搬。然後不用這邊拖，或者是他今天真的是用手用輪椅，還是你要推一個手推車？露營的時候有一個小貨車，你這樣子拉在身上的時候，你都不需要把人家的門檻卡亂七八糟。走到外面的中庭大廳，公社比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東西，它裡面包含了非常多的項目，其中有一個呢就是棟距。棟距這個東西呢，在公社裡面它非常的重要，在早期大家都可以蓋好蓋滿。為什麼我現在你看出來之後，這個景觀、這個氛圍要拉出這麼大的棟距呢？你一定想說，如果今天是建設公司，它當然是能夠蓋得越多，因為他們都賣建坪嘛。那如果今天你把它拉得這麼浪跟這麼寬，那是不是就是賣的坪數就會變少了嘞？其實這個是一個相關的法規跟滾動式的修正下來的結果。一個是都市計劃，大家都不想要，今天打開了窗戶之後，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對方的內褲，或者是看到人家家裡面。那在更早期呢，如果你的房子都相連得非常近，像以前老市區的地方，你今天你要開窗，你就要距離隔壁大概5公尺。但是5公尺，你還是從左邊看到右邊，看得到他在幹嘛，看得到他今天他小朋友在裡面胡鬧啊，看得到他今天曬衣服、曬內褲啊。經過很多都市計劃的修改，然後為了讓整個市容跟整個環境的氛圍，讓大家的相處住宅的感受度更好了之後，這個棟距就開始越拉越寬。公社做的少跟蓋的寬其實是2件事哦。而像台中呢，因為它的都市計劃也改了，所以呢，同一塊地你能夠蓋的
比較少了，加上你前面的路有多寬，它就會限制說你能夠蓋多高。建商他們想要蓋高，想要讓你看到出去的景觀，那你就必須要把你的建築物整個往後退縮。然後退出來的那片空地呢，就會變成你現在看到的綠地啊、棟距啊，或者是看它的園藝造景有沒有 sense 啊。它呢其實有一半是被法規逼出來的，但其實對你來說是個好事，因為棟距拉開了嘛，光進得來啊。相對來說，對面的油煙臭味不會跑到你家裡面，對面也看不到你家裡面來。所以在以後你住進來的這個地方，你就會感受到這個建設公司有沒有把空間留給你，氛圍感跟感受就很不錯。而且你有沒有看到旁邊一個重點？沒有店面。在你的社區裡面，1樓沒有店面，我個人是覺得蠻重要的一件事，因為你如果樓下有 7-Eleven 啊，什麼取貨店啊，很多人來來往往的店面，你當然你的下面就會比較混雜一點，因為社區你還可以規範社區的人才能進來，或社區的朋友。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店面，很多人都可以進到你家樓下，就看到有人在那邊喝酒吵架啊，然後半夜凌晨2、3點在上下貨啊，或者是有人在店門口抽煙等人家啊，然後煙味就會跑到上面去啊。一開始在規劃這個公設的時候，就是要有 sense 跟有想法去想好這件事情。你不覺得這個景觀看起來很像是一個生態公園，很像是我出國的時候有一些做得蠻好的飯店的戶外的感覺？你一定想說很貴，對不對？但其實我覺得這家的價錢都還蠻不錯的，大概1、2千萬買得到。整個社區大概200多，快300戶。如果1、2千萬，你的這個社區的這個公設是這樣子蠻有 sense 的，那你心中就會蠻不錯的。而且我們今天拍攝的時候，你看是平日哦，這裡面的雨，你看1、2、3、4、5、6、7、8。旁邊還有一群嘛，我們今天同事6個人，加上工作人員，另外2、3個，8個人，魚都比我們人還多啊！但這個時候你突然想到了啊，對，我剛剛的貨我要搬到車上給客人，還有一個公設的細節在這邊。雖然我們前面很多地方都跟大家說，你看它無障礙啊，然後它可以直接推啊，你平常你要把你的貨物搬到你的車上，這沒有問題，但是難免你還是會遇到，就是比如說朋友在門口社區外面等你啊，然後你要把東西推上車，或者是你今天朋友要跟你在戶外交貨啊，或者是你今天現在離婚率很高嘛，如果有一天離婚的時候啊，你要大家搬家，你不想要用你的那個停車格、停車位的話，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搬家公司手推車，就像這樣子一路這樣推，環境氛圍感。而且它重點是它不是鋪着好看而已。它是真的可以比較實用的，讓你就一路往外面走，一路到門口的時候，然後我從那邊一路到門口，到馬路，你看有一個人送貨過來了，送的是Hitachi的冰箱，一路到這裡，路緣時到人行道的這一段地方，這個如果你不是做工程的人，你會不知道這個地方到底有麻煩在什麼地方，它都一路可以這樣子順着一路推到人行道嘛，但是你知道嗎？人行道跟你的整個社區要做到這樣子順的平，多麻煩！它不是工法上的麻煩哦，而是這個行政上、政治上，你要跟市府的人開會，雙方你來我往，這邊無為我為，七七叉叉，互相調整。你要先報造，然後跟他們講說，我們要退縮多少，然後兩邊要互相協調，然後才能夠這樣子一路延伸到你的社區。需要使用輪椅的運送鋼琴，或者是有些東西真的大到你的地下室的車道2米多還下不去的話，你還可以就是開着一台車從這邊一路平的順的推，然後經過剛剛的那個可愛的什麼小魚池跟大瀑布，然後一路這樣子進來，然後到你的大廳的門口。所以假設今天好，你要在這邊迎娶，娶某誰進來的時陣，我靠要被彈那個啥跳扇子啊，那個車子就可以這樣子用。很多你在平面圖上面看不到的，因為你可能不會看到它這個中間的落差有多少。實務上的時候，你都要跟建設公司去協調很多的工班，然後在每一個銜接處一路要抓它的水平，然後一路到你的整個大廳，然後到你的整個公設，它必須都是要順的。沒有看到其實可以很加分，但是很細膩的地方。所以在這一集工業人教你看房2026年的系列的第3集裡面，我們在講的是公設這個主題。如果你買房子買1000萬、2000萬，你就注定要被扣個350萬、700萬，變成去付這個公設錢的話，它的公設裡面有哪一些的細節或哪一些的東西，它是設計的好的，它是設計的有問題的，你就可以從這件事情上去做判斷，它有沒有無接觸啊？它有沒有在讓你在丟垃圾的時候，你的手的髒污會到處摸來摸去啊？它裡面的棟距做得好不好啊？它整個環境的節奏感會不會讓你每天看到公設的時候，就會想到說，哈，我竟然要花了幾百萬去買這些爛東西？我覺得現在可能30-40%的公設都好像有點是變成業界的潛規則，但是你畢竟還是會使用到停車位嘛、人行道嘛，或者是一些有的沒有的遊樂設施嘛。那如果今天我們能夠在公設這個主題上面能夠有更多的了解，並且不會被一些房仲、被一些話術的人所唬爛的話，你也分不出來
好像它就是繳一個固定的規費的感覺。如果你看到2個房子價錢差不多，你就可以從公設去判斷說，這個房子的公設做的是比較加分的，那你就可以從我們這一集的系列去看。除了前面的結構啊、水電啊、公設啊，接下來還會有第4集，在工業裡面最重要的房子內部的就許多的細節，然後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不管你是要花多少錢買房子，你都可以買到一直在心中滿分，並且願意為它扛債，而且還會成為你的生活動力的好房子。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超人少年。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歡啊，或者是呢，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來支持跟贊助我们的頻道。我們的會員呢，你裡面可以看到有一些隱藏的影片之外，有的時候呢，也還可以加入我們超認真好事多的團購，通常都是台灣最低的價錢。那這禮拜超人少年，我們下次見嘍，拜拜。你知道公設還有一種比較健康的想法，比如說像這個社區200戶好了，假設今天真的萬一真的那麼不幸，這棵很厲害很漂亮的樹它掛掉了，那你就想說它是200個人當分母，心情就會比較好一點。它有點像是把風險分擔給大家的感覺。水池看起來很漂亮，其實水池的維護很麻煩，然後你還要買石頭哦。你那個水為什麼會流下來呢？是因為有沉水馬達，有泵浦在把它往上打。馬達會不會壞？有哦，可能馬達差不多10年，有時候就壞掉了。那你要不要換？如果你今天你是自己一個獨棟的話，那你就要全部要自己吸收嘛。但是社區有個好處就是這個馬達換掉，大家200多戶一起吸收掉的。我曾經有想過一個網友會賺錢的方法。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錦鯉？那個小隻的大概在魚中魚，大概可以賣個那個1、2千塊吧。這個大隻的，我跟你講。先不管它的花色哦，大概就會有7、8千塊到1萬塊，去買小隻的錦鯉有沒有？那我們先丟在這個大水池裡面，一次買個100隻，養大了之後呢，撈出去賣，社區就有錢了。所以我跟你講，下禮拜我來這邊的時候，200隻錦鯉在這裡，還會有養鴨、養雞，什麼都放在這裡養。養鴨養雞，我跟你講又是另一個學問了哦，就是你也可以有那個鴨蛋、雞蛋不說嘛，幫你生態幫你吃小蟲，雞養大了可以拿來殺。社區農場管委會缺錢嗎？養錦鯉。